因应暑假毕业季的到来，有许多毕业生正在准备进入职场，开始找工作。希望有看到我们频道影片的社会新鲜人，就是你，能够因此更加了解，在面试时该如何回应公司主管或人资的各种问题。各位 Dreamers， 大家好，这里是 Dreamsboomer， 我是 Mickey。这集我特别邀请了一位上个月刚从设计系毕业的社会新鲜人，来当我们的假面试对象，而我则充当要找游戏美术相关人才的游戏公司。基于隐私，我们就不透露姓名、学校和作品。在影片当中，我们设计了许多问题来引导他说出我们想得知的解答。好啦，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看影片吧。所以看到你的作品完之后，有几个问题想跟你询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是，你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的画画、插画之类，那你对于设计跟插画来讲，你哪一个比较喜欢？我个人比较喜欢插画，就是因为画画是我小时候的兴趣，所以我就是一直会，我以前都会看什么游戏啊，或者是动画的美术，然后一直去仿画，所以个人比较喜欢插画这一部分。对，然后因为我设计也想走过，可是我忽然觉得我自己可能太习惯照着以前的方式走，就是会一直看着别人的画去做，所以想法比较没有那么创新，所以个人还是觉得插画东西我不喜欢。像画画来讲，你的作品里面感觉有一些相同贯穿整个作品集的，有点像是说漫画之类的至少你呈现的部分是这样。对。那个是你非常喜欢的部分吗？对，我真的很喜欢漫画，就从小就是幼稚园开始，我就是电视儿童，然后一直看漫画。对，然后我就会想要学他们，然后就一直画，所以我其实画画算是自学到大的，因为我五专其实也不是念设计科，我是二技才走到这一条路的。对，了解。所以你其实很多的画画印象是因为算是你的嗜好吗？算是嗜好。那因为你喜欢看日本漫画、日本动画之类的，然后就有那样子的热情，然后自己又从小到大就一直在画画。那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是让你跟同学啊或老师的这个对应来讲，会觉得自己的反应的能力会是怎么样？反应能力嘛，主要是跟老师在开会的时候吧，就是老师可能不会很直接明确告诉我们说哪个方向不太对，就是哪边有错，所以他都会让我们自己去反思说哪边有问题。然后就会花很多心血，就是去改自己所想的企划之类的，会比较耗心力啦。可是其实当这个是他要的时候，就有种可能以后什么业主就是要这种感觉，然后你就会有种哇，我找到出路的感觉，就会比较舒畅嘛。对，对啊，主要是老师啦，然后同学的话，就是可能多少有的时候沟通之间有。就是分歧，所以我都会，因为我在 B 端的时候我是组长，所以我都要很努力的去掌握每个人的想法，然后再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去汇合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样子，然后再询问大家都能接受，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对。那感觉作品集大部分是比较偏绘制插画类的。那你有没有比如设计这方面的经验之类的？比如说帮学校啊、团体啊或亲朋好友做类似设计相关的这种案子？设计案子比较少顶多亲朋好友可能，其实设计不多，可是插画是有接过。对，所以因为我设计真的是这一块我非常不行，所以我朋友请我设计东西，我都会跟他说设计我真的不行，可是你要我帮你画图，我勉强可以接受。对，所以就可能同学就说可不可以帮他画个什么他的画像之类的，我就会去
画他想要的样子。对。那像你在画画来讲的话，你用的软体大概是哪几个？我现在都主要是用那个 CSP， 一个叫 Clip Studio。日本的，它算是日式体系的。因为它真的什么都有，所以很方便。对，它的东西真的很完整，而且它就有一个自己的厂商，然后你素材就可以在上面抓。因为像 PS 的话，你素材是要去上网再抓下来，可是他们就是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市场，所以就直接从那边抓。可是我自己是习惯是 CSP 画完，可能上色完之后，可能还是会跳回 PS， 有的时候去调色调这样子，就是各个习惯。这算是你自己的这个程序。对。那你知道电玩界有一些什么样的软体是现在比较常在使用的？软体吗？你是画图吗？对，画图。我不太确定哎，电玩画图感觉还是都是用传统那些 PS 吧。感觉因为现在大好像就是比较厉害的，都还是用 PS 去作画。对，所以我觉得美术这方面应该还是 PS， 可能。我也不知道 CSP 也很方便啊。对，应该还是主要是 PS， 因为毕竟它比较老，它就是代代传下来嘛，因为它真的很长的时间。对。那你在业余的时间来讲的话，你会因为兴趣或什么会自修某软体或一些新的技能之类的吗？或看书吗？我会去翻一些插画图，然后去练习。然后软体的话，就是 CSP 也是我很后期才自己去摸索去会的。然后因为之前我毕竟做游戏，那个时候就是知道自己要做程式这一块，我就赶快去摸索 Unity 要怎么做，就是对，所以我每个地方都会涉猎一点点嘛。了解，这样去拼出整个大盘的一个状态。对，可是当然每个都没有专精，就是我略懂一二。对，了解。那感觉你学的这些东西，你好像有某种能力能够自我就是说，我需要这个，然后自我去学习，然后去进修，这样子的能力是吗？算是，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是需求比较占比较重的时候，我就赶快去学这样子。对，然后不然其他真的就是突然想学的时候才会去做，像我有做动态脚本，那个也是 PR 吧，我后来才碰的，不然之前我根本没碰过，就是也是课堂上需要，可是就是真的都是课堂上需要，或者是什么时候需求量比较重的时候，我就会短期内赶快去摸索它，就摸透它大概怎么运作这样子。那像我相信在学校的时候，你一定有时候需要跟同学啊组队打怪，是做一些例如毕业制作之类的。那你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或小故事可以分享？一种好多故事啊！好，就是可以分享一个你记忆很深刻的。应该是开头那段时间吧，因为我们是做游戏的话，一开始就是想故事，然后就是我这次，因为我们做游戏是比较像少女向的，然后又是自己喜欢的涉猎范围，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故事，就想了几种方案，每天都在一起写吧，然后呢再跟大家去讨论，然后大家在组员之间在讨论的时候就会很嗨，就会觉得那个气氛那个时候是最好的，可是气氛最好，后面就开始有点，因为是要加入工作的部分，所以就也会有分歧的状况，然后讨论也会有一些什么 bug 啊之类的，然后就会头很痛，然后到最后就觉得对，可是就是我虽然没有完全做完，可是我们做完一个大概，就是其实做出来还是有一种成就感嘛，对啊。那感觉说里面有碰到很多的延伸性的问题，有人跟人啊沟通的问题。因为其实我自己的组员都算还蛮好讲话的，就是他们会提出问题，那我再试着想另外一个方案，他们通常就是再提出一点，就我会合之后他们就能接受。所以你们蛮上堂就去结合其他人的观点，然后再去整顿一下，尽量让大家都能接受一个状态。那这个能力你是怎么有的？
好像这个好像不是平常你其他的同学应该比较没有这个能力。不知道，因为我可能会比较常去探讨人家心里在想什么吧。因为当你讲出这些话的时候，我就会想说，你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你是想要干嘛？就是你可能是想要展露多一点你的强项吗？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想要多一点展现我的强项的部分，就可能美术部分，那我就说哦，那可能就是我帮你在哪边再多加几样你想要展现的东西，对，然后他如果能接受，那就 OK。那如果他不能接受的话，我就会说，那你会是希望你要哪方面的展现呢？然后要我怎么去帮助你，就是展现你想要的东西，这样子。对，我就是会去从他对话中，就是去推敲出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样子很棒，谢谢。你自己在做专案或做自己的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有习惯就是列清单吗？然后就是整理资料吗？你喜欢整理资料？其实不太擅长整理资料是哦，因为我有时候都是想到就做，然后就这样，那就所以就是也不是算是冲动型，就是实战派，就是有想到这不错，然后马上就去做了。对，就去做，然后有没有做完？哦，了对，可解。是通常都是会做一个段落，然后呢我都会记录日期，说什么时候做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对，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当下很冲动想做嘛，然后呢累了就不想做，可能就会间隔个几个礼拜，对，我的冷却时间很久，对，然后再回来继续把它标完这样子。对。那你有碰过就是一次突然给你一堆很多的东西，就是事情要做，那你会有问题就是去排序它吗？还是因为照你刚刚讲，你就会想，这个不错，然后就直接就是把它冲完搞定。可是万一有来个10个、20个事情突然冲向你的话，那你会怎么？那就只能就是按照就是轻重缓急。对，就是急的事情我就会想去做这个，然后可能就是如果是喜欢的话，就会做很快啦。当然，就如果普通的事就会有点放空，然后呢边做，然后就不行，我要赶快做完这样子。对。那如果假设说今天有机会的入群的话，你希望在未来在这里，假设这里是一个游戏公司来讲的话，你希望在这里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值？然后有没有设定一个目标呢？可能期待自己有花多久的时间，缓慢的去达到目标。目前就是主要都是在找游戏公司的企划，然后我是想要先了解到底这个游戏是怎么做的感觉。对，因为我自己就是喜欢玩游戏，那我就会一直去深入。游戏其实就是一开始喜欢玩，然后后来就是喜欢它的美术，然后就去了解美术之后，当然就会最后去故事，然后故事最终就是企划。那你是怎么把这个游戏给撑起来？那企划的启发点，然后跟怎么去运作这整个游戏出来，我就会想去了解，其实游戏这么大一个程序是怎么完整这样推广到市场上这样子。对，所以我个人会想定，就是之后去公司那个2年把先学习到主要的东西，然后其实自己也有个计划，就是可能2年后看有没有办法，就是去国外研修看看。对，目标目前是日本嘛，因为个人比较喜欢日本那些游戏，所以目标是想说，如果2年后经验也够，然后我也想要专精自己的日文这样子，那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再去日本看看能不能再更加研修自己的一些经验。那刚好呢，在这边实习有2位实习生，那他们也都是女生，那他们其中有一位希望到你毕业的学校就职，那基本上他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我来跟你做一个咨询。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科系毕业后呢，就业的选择是按照喜好居多，还是按照市场需求居多？就是你自己在怎么思考这个问题？个人的话，我会想先走喜好的部分，因为
进可以先闯。那你知道你喜好的是什么？你进去，如果今天你喜好的正好市场需求没那么大，可是你做的很开心，或许你会想做下去。可是当你就是发现你喜欢的东西在真正的市场里面，就是其实还蛮困难的，然后市场需求不大，那你就会自然而然会想自动转去市场需求。我会觉得我个人会想先走喜好这部分。对，好，那这是很好的建议。那第二个问题是，你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哪一个软体非常方便好用，你想要推广给更多人使用？叫 CSP 吧，就是 CSP， 他一直在打广告，因为真的他很多东西。PS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继续钻研下去，还有 AI， 好多东西都需要 AI， 不然会跑白，很麻烦。对，大概就是主要这些。Adobe 系列都有。了解 Adobe 系列。好，了解。那另外第三个就是你自己在准备作品时，你是按照哪一种专业的准备，还是你就是有多方面思考之后是多方面准备？会多方面准备吧。那你为什么会多方面准备？因为会觉得会比较多，可能现在大家会比较强，就是因为你个人技能比较多，对吧？多元性。对，虽然你钻研这一部分是很好，就是代表这一个真的很强，这一项能力很强。可是今天就真的很多人都灌输过我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今天老板要一个工作，就是需要请一个员工来的话，那他当然会比较希望是你会的东西先比较多，就是先求好再求精吧，那种说法。对，了解。那你在学校时期有没有感到迷惘，或者是像你刚刚讲的不自信的时候？那你用什么方法去消化跟去处理这样子内在的这种情绪或者状态？没有，我都会去咨询第三方的朋友。我觉得朋友或家人的话语真的是会带给人一个还蛮多信心的建立吧。对啊，然后或者是就是自己会去上网查一下资料，就是我遇到问题我就会去查，想说大家都是怎么解决。对，就是想说算是帮自己找个出路，然后再去思考。对，虽然我很少在思考，一有思考就会想比较久，然后呢心情会复杂。那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亲朋好友来跟我就是讲出一个就是需要被一点通啦。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多方面你再怎么想，人家想得到的你不一定想得到。对啊，蛮有趣的，因为游戏企划那个想跟现在这个想，好像是对你来讲好像是两个不同层级的事情。你好像比较擅长就是思考，因为游戏的企划那也是大量的密集的想这个传递这个这怎么包含这怎么支架这个，可是跟这边的这个想好像你好像非常看重这个，但这边好像就是比较不擅长，是吗？我就是对于自己的事比较没有那么自信，跟也没有那么想过，就会觉得自己是小小的东西。对，就是我会先把就是自己身外之事就会想的比较周到一点，所以就想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就不行。了解，所以其实你是很喜欢，应该是沉迷在做事情这件事情上。你喜欢的事情，然后一旦开始去做的时候，其实你是享受这个过程。我可以这样的理解吗？那反而是回到真实世界的时候，你反而就好像有点就还好，什么就是放空，然后不要太过想太多，想太认真。认真就是输，这样子的意思吗？认真就先输了。对。OK，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先讲到这个设计这方面比较，设计跟艺术这方面吧，可能就是动画电影产业比较不理解吧，毕竟只是这种东西，所以也会想了解那一方面的事情。对，前两对有期待。OK， 好，很棒，谢谢。所以你们看完了影片，也得知就是被访谈的这一位社会新鲜人跟资方，就是公司代表或人资双方在对战，各自想要问出跟知道的讯息会是什么？希望这一集有帮助到你。当然，如果你有认识
即将要毕业的社会新鲜人，麻烦你帮我把影片转给他们看，希望对他们会有一些帮助。那麻烦帮我按个赞，在下方留言，如果你希望我再多分享更多这类型的影片的话呢，甚至有些建议，麻烦让我知道，在下方留言。那也帮我 subscribe 这个 channel， 也帮我 subscribe 我的 IG Dreams Boomer。OK，see you on the next one. Bye, adios, ciao.